欢迎回到 MA100。今天呢要讲的故事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哦。等你准备好就开始吧。第88集，颠倒车的故事。第1章，相遇。有一天，提姆和他父母去了动物园，他们看到了许多种类的动物，有大象、狮子、熊猫、长颈鹿等等。提姆觉得很开心，他想要跟动物们玩耍，但是他的父母告诉他不能靠近他们，因为他们可能会咬人或是攻击人，也不要乱喂东西。提姆觉得很失望，他想要找看看有没有安全又好玩的动物，但是爸爸妈妈老爱管东管西，于是他就趁着他们不注意的时候自己跑掉了。提姆跑了一阵子，在危险动物区看到了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颠倒车，他觉得很好奇，就跑过去看了看。原来颠倒车是一种特别的动物，它的身体像是一辆小汽车，但是它的头却长在车尾，而它的尾巴却长在车头，而且上下相反。提姆觉得这种动物很奇怪又很可爱，就走近了，想摸摸它的头。第2章，交流。就在提姆刚要摸颠倒车的头的时候，他听到了一声尖锐的喇叭声，把他给吓了一跳。原来颠倒车不喜欢被陌生人触碰，于是他用他的喇叭来警告提姆。提姆吓得往后退了几步，只看到颠倒车用他的尾巴打开车门，从里面掏出一个大大的可丽露，然后用他的头咬了一口。他怎么会用头吃东西呢？提姆觉得这个画面很滑稽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颠倒车听到提姆的笑声也觉得好奇，就把他的头伸出来看了看提姆。提姆见状，拿出自己的零食，想和颠倒车分享。他走进颠倒车，用手势表示他想要给他吃东西。颠倒车看到提姆的举动，觉得很友好，于是就用他的头点了点，表示同意。尽管他不被允许吃任何东西，而且动物园里面也明文规定禁止任何投喂的行为，不过提姆还是把零食给分了一半出去。颠倒车尝了尝提姆的零食，觉得很好吃，就用他的喇叭发出了一声高兴的音调，噗噗噗噗。然后他也把自己的可丽露分了一半给提姆。提姆尝了尝颠倒车的可丽露，觉得很甜，就用他的嘴巴发出一声赞美的音调，嘿嘿。就这样，提姆和颠倒车用各自方式交流着，开始了一段奇妙的友谊。第3章，冲突。提姆和颠倒车玩了一会儿，觉得很开心，吃了饼干之后也没有立刻感觉到肚子痛。他们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跟习惯。就在这时候，提姆的父母过来了，他们看到这个颠倒车，吓得大惊失色，他们要提姆走远一点，别靠近这个生物，可怕可怕，这太令人害怕了。难道是什么金刚电影吗？还是什么变形金刚啊？提姆觉得爸爸妈妈太夸张了，他觉得颠倒车很友善，不会伤害他。他向爸爸妈妈解释说，颠倒车只是一种特殊的动物，它不会变形，也不会攻击人。他还说他跟颠倒车已经交了朋友，他给了他可丽露，他给了他零食。爸爸妈妈听了提姆的话，觉得有点头晕啊。颠倒车看到提姆的父母也觉得有点害羞，就把他的头缩回了车里。提姆拍拍颠倒车的车门，想要让他出来跟爸爸妈妈打招呼，但爸爸妈妈并不想跟颠倒车打招呼啊，他们觉得这个动物太危险、太奇怪、太不正常了。他们要提姆离开颠倒车的笼子，可怕可怕，这太令人害怕了，赶快离开那个地方。你们别害怕，它不会伤害人。提姆一步也不离开。你这孩子真是讲不听啊！妈妈有点生气地说，她觉得提姆太顽皮了，不听爸爸妈妈的话，竟然在这里跟一个奇怪的动物玩耍。她很担心提姆会被颠倒车伤害，或者被其他人看到而被嘲笑。她拉着提姆的手，想带他离开，但是提姆不想走。你刚才是不是说你把你的零食也喂给他了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在分享。提姆一边挣扎一边抓着笼子，他觉得妈妈不理解他和颠倒车之间的友谊，他还想再跟他玩一阵子。他挣扎地说，妈妈不要再拉我啦，我没事，颠倒车不会伤害我，他是我的朋友。妈妈听了提姆的话，觉得很无奈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爸爸则顺着妈妈的话凶了提姆一句，没想到提姆竟然突然躺到地上去，开始身体扭来扭去的大哭起来。他哭着说，爸爸妈妈不爱我，不让我和我的朋友玩，你们都是坏人。第4章，大结局。爸爸妈妈听了提姆的话，觉得很心疼也很无奈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安慰提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尴尬的局面。就在这时候，颠倒车听到了提姆的哭声，他觉得很难过，也很感激提姆对他的友情，于是他就用他的喇叭发出了一声温柔的音调，噗噗噗噗噜，然后用尾巴打开车门，从里面掏出一个小礼物盒，并用他的头递给提姆。可怕可怕，这太令人害怕了，妈妈嘀咕着说。当提姆看到颠倒车的举动，拿到他的礼物之后，觉得非常惊喜，也非常感动。他停止了哭泣，擦干眼泪，双手将礼物盒抱在胸前。
我讲过好多次啦，别人的东西不能乱拿。妈妈又凶了提姆一句。提姆又叫又闹的说：“这是礼物，我没有乱拿。”爸爸又顺着妈妈的话说：“你不应该拿别人的东西。”提姆觉得爸爸妈妈都不相信他，也不尊重他跟颠倒车的友情，他觉得很委屈，就把礼物盒扔在地上，然后跑开了。颠倒车看到提姆的反应，也觉得很难过。他只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，却没得到任何感谢，反而还惹来麻烦。他用他的喇叭发出了一声悲伤的音调，呜不不不，然后用他的尾巴关上了车门，嘣，不再理会任何人。爸爸妈妈看到提姆跟颠倒车都生气了，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。那个礼物盒因为被扔在地上，结果打开来了，原来里面是一个小小的遥控器，上面有一个红色按钮。爸爸看到这个遥控器，觉得很熟悉也很奇怪，这个红色按钮好像经常出现在 Mickey 的 MA100 故事里面了。他不知道它有什么用，就好奇的拿起遥控器按了一下红色的按钮。没想到这个按钮竟然是颠倒车的变形开关，一按下去，颠倒车发出了一声巨大的轰鸣，然后开始了惊人的变化。哔哔哔啪啪，颠倒车的车身快速伸缩跟旋转，它的头跟尾巴也变得更大更长。不一会儿，颠倒车就从一个小汽车变成一个巨大的机器龙。它的眼睛发出红色光芒，它嘴里喷出了强烈的火焰，它的身上闪烁着金属的光芒。颠倒车变成机器龙之后，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可怕叫声，然后用爪子撕开笼子的铁笼网，飞了出去。提姆看到颠倒车的变化，觉得既惊讶又兴奋。他觉得颠倒车变得更酷、更强大了。他高兴地跟在颠倒车后面跑，想跟他一起冒险。但是爸爸妈妈看到颠倒车的变化，觉得既恐惧又让人担心。他们觉得颠倒车变得更危险、更不可控了。他们惊恐地呼喊着提姆的名字：“提姆啊！”想抓住他的手，阻止他跟随颠倒车。“提姆啊！你们不要拦着我！颠倒车，颠倒车，等等我啊！”提姆一直手伸向天空，等等我啊！这小孩真是皮在痒啊！爸爸妈妈异口同声地说。故事到此结束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结束啦。我们的第88集 MA100 颠倒车的故事，觉得如何呢？如果觉得故事还不错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